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啊带来一个久违了的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已经在我电脑里准备好久了没有解说，因为一直考虑到射击类型游戏啊，咱们俗称叫什么 STG 是吧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街机平台的游戏，也就是所谓的 ARC 的一个游戏。街机呢是 ARC，FC 就是 FC， 然后 MD 是世嘉 MD 黑卡，然后再就是说你像 SFC 什么，包括 PS 以及这种，对吧？这种咱们就简称嘛其实呢，咱们这个火龙这个游戏呢就是街机。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出色的街机飞机类型游戏，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小熊摇杆，它的这个玩法呢是火龙的一个高分的这个速通。又高分又加速通飞机类型游戏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速通，因为这个大多数速通就是打 BOSS 的时候快一点，因为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屏幕是自动往前走，你想快都快不了你除非是打 BOSS 或者是小 BOSS 的时候才能快，你这个确实没办法所以说只能这么等。好，现在哇，直接 S 了这底下我们看看这个散弹还是不够格，还是要再爽一点。打飞机游戏呢，就必须点这个过瘾。什么叫过瘾呢？你就必须点突突你不突突那能行吗？就点那种感觉，就是我方飞机无敌，敌方飞机这个非常面就是那种，就是敌方飞机呢是他就是仗着自己血多咱们就是血少一滴血这种的法拉利的得意手下火龙哥来看看，这应该就是 BOSS 了其实飞机类型游戏我跟大家伙讲真的是一般人玩不了。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我玩这个游戏行，玩那个游戏也行，但是有很多玩闯关的人打飞机就不行，他不会，他就觉得吧，这个放雷什么的不好放不会整，玩不了。好，其实就是叫火龙火炮。你说一个名字叫火龙的话，不知道还以为什么呢？就180火龙版，是吧？刚刚爆了一手那个火龙之刃，瞬间给自己的项链捅成运2，然后咔咔超级太阳水，整成一手运9大战士，咔咔就是干火龙套大法，一顿流星火雨一顿刷，就是干就完了好，来看看，飞机是送逼大户，这句话说的也确实没毛病。好，你别看这个子弹这个子弹的射速非常快非常的密，你不要瞧不起这个子弹，好吧？好，哇，感觉跟自带连发的感觉咱们现在这个平台是支持连发的，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平台软件模拟成连发，不需要你什么硬件连发，或者说是用什么辅助或者说是这种这个自动连点器什么的没这个必要。连发其实挺好你有这个必要费键盘吗？对不对？好，你像这种小 BOSS 基本上你看突突几下就死了哇，你们玩飞机游戏都觉得哎呀不行就用雷，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知道吧？就是每次都是我觉得我行，我可以躲，结果没用雷，攒了一球子雷攒了一球子雷，然后没用你说气不气？你就说气不气就完了不是超级太阳水，超级祝福油说嘴说瓢了好，好，我们看看直接打爆这里面我们看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飞机类型游戏呢各有千秋
其实有几个 FC 游戏，我之前跟大家伙讲的那个什么加纳战机，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飞机游戏，对吧？很多人都知道的。像这个街机呢，就是除了画面优化一点啊，还有就是玩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那天看那个最大往生啊，不最大往生就是怒手领风啊，怒手领风，外加那个什么，外加那个我那天说那个叫什么超什么什么少年啊。好哇，这就是火龙雷，一手火龙大雷，我操，这个雷感觉好屌啊，这个雷。好，那时候我在那个网吧还玩的那个东方系列，我发现根本玩不了啊，就不用想，你不用考虑说，就打飞机类型游戏，我基本上属于就是别闹了。就是锤子啊，就是锤子，锤中之锤，而且还是好的。我们看看带了个小崽儿，我记得还有一个飞机，不是那个虎威战机，也不是雌虎战，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战机，就是你可以上来选2种模式啊，就是你的那个附属的那个球，给你2个球，有的球呢是在你的飞机的正前方，你也可以选成这个球围着你飞机这么侧着转，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印象啊？好的，打 BOSS 之后又换成了这个子弹啊。啊，超长空少年，对对对，啊，就是虎威战机是吗？啊，好的，在这里居然放雷了，居然在这里放雷了啊！好，我来组成头部。这到底是什么飞行器啊？感觉这个敌方的飞行器好怪啊！感觉这好像又不是飞行器，那个是好的，不用打死难道？好啊，原来是它2个的翅膀啊，这2个扑噜蛾子，我说嘛啊，好的，其实这个伤害你一看就高，其实你看似是一个一个的子弹，我感觉跟 Lasergun 一个意思，而且还能抵消掉他发的这个跟踪炮弹。他对咱们完全没有威胁啊！这前面这个 BOSS 啊，非常的面啊！我来组成阴部，好，我记得那时候玩飞机游戏，也就小的时候玩个沙罗曼蛇，中华大仙，中华大仙是狠啊！好了，这个游戏可以啊！你看，这是企鹅，我了个操！好，放了一手火龙，再吃一个。他放火龙的时候，你看这个声音啊，有那个龙吟。龙吟虎啸，其实玩这种飞机游戏，总感觉敌方的人是多，然后飞机也庞大，还肉，但是呢，就是火力跟咱们完全比不了。你会发现嘛，哪有？如果敌方有一个跟咱们一样的这个飞机，这样的密集的火力和这个移动什么这种全屏覆盖那种，就是你逃都逃不掉那种，那还玩个屁呀，对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不公平啊！这玩意儿看天赋的啊，咱这一个飞机感觉咱这个飞机的火力赶上人家他妈的，是吧？感觉人家大反派的瞅着眼馋。小蜜蜂，大蜜蜂，小蜜蜂小的时候也偶尔玩啊，小蜜蜂没啥意思啊。好。一说龙吟，就总感觉像那你们对吧？瓦龙，瓦龙是狠啊！来吧，这得给我补给啊！该有补给是要补给的。好，要放雷吗？我操！一个装置，
有切割属性的感觉啊，但是咱们给它秒了。哎，你看切割属性，直接一手激光雷。哇，这个 BOSS 也太森的弟弟叫太面了，一个雷就搞定了，确实猛啊！战国之刃2吧，它是横版的，但是战国之刃2吧确实太难了，真的啊！战国之刃2呢，它地图小，你们肯定会说了，我就都是满屏的，但是你要知道，飞机类型游戏其实它是竖屏的啊，飞机类型的游戏它其实是竖屏的，所以说呢，就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它的分辨率呢，我简简单单的给大家伙形容一下啊，它的分辨率是这样的。啊，它是这样的，你看，但是呢，我们只是切换一下啊，这个不能那样的话，其实也不好，因为正常竖版可以在咱们比如说两边可以，比如说我这边放摄像头，然后那边放上什么一个画什么，小狼专业解说那样还好点，反正是正常是看竖屏，但竖屏又有点怪怪的。好，感谢我们的风华哥3手大金卡支持我了啊。这几天一直啊，也都是，还得靠咱们老伙伴来支持我了啊！泰粉和泰面都是泰森的弟弟，那谁家兄弟几个也不是说所有的兄弟都猛，或者说所有兄弟都面啊，对不对？好，你看龙吟，这就是龙吟。这应该是一个飞行的一个舰啊，一个大飞行的一个母舰，因为它在海上居然有影子。好，分裂了，一会儿可能还会再重新组成头部啊。哇，它这个打击感比较厚重啊，这个游戏的打击感是比较厚重的。其实它这个火龙这个雷啊，和那个激光它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激光这个雷呢是保证咱们自己安全的，但是它持续时间非常短，而火龙呢是这个打输出用，它持续时间长，有一定的随机性的感觉啊，你用不好有点不太好的，是这种。这就是航空母舰吗？小的时候我就说啊，航空母舰是在水里的，那为什么叫航空母舰？后来我才知道啊，航空母舰的主要作用不是因为它大，是因为它可以对吧？它可以直接在海面上创造一个基地啊，方便你登陆，方便你那个对吧？你的飞机起飞，因为你飞机起飞，你不可能从对吧？你比如说你像美国对吧？它不可能从太平洋直接飞过来，然后再来攻击你，它还得携带炸药什么的。但是你有一个航空母舰，它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这个母舰呢就比较大，吨位比较到位，然后呢起飞可以直接从对吧？可以从这个母舰上起飞，这样大大的减少了这个，应该说增加了它的续航能力啊，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主要是为了这个航空的，啊，为了这个飞机起飞的。但是呢，我当时以为航空母舰是飞在天上的，我操，太嘚儿了啊！好，其实这个游戏看起来，这个 BOSS 啊，还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啊，还是有点儿这个不是特别难，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刚刚打了一半啊。对，那时候看神盾局特工也有这个，包括 X 战警，对吧？叉战警里面也有这种真的是飞行飞船，但是想一想吧。现在飞机都是有，你要真做一个巨型飞机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性价比比较低呀，性价比太低了啊！来吧，好，从房子里面出来的坦克瞬秒啊！
那叫银河战舰。也我没玩过星际啊，但是咱就说这个意思。大哥，你在这直接放一手火龙，你看，哎，这个大爪子被秒了，但是大爪子肯定是有说法，怎么说？没有说法，我靠！这应该整个连发，但是你看他的是两发两发四发，两发两发四发，看没见？他这个射速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生活中这么开枪不扯犊子吗？这哪有这么多子弹呢？请问，都是传说中的副战级子弹，暗物质和暗能量子弹啊！又一手火龙。好，就突突就完事儿了啊！来，这个 boss 一手火龙，然后怎么说？是就一个雷，都是一个雷战。你们看啊，它都是一个人坐在地上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志，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就跟 Modern 将军似的啊，所有的这个怪物身上都有自己这个 boss 的 logo， 所有的 boss 都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卡帕那个背靠背其中的一个人，然后红色的，然后人比较大，坐在地上，就是你们看它那个标志很像啊。一会儿咱们看看 boss 啊，对吧？来吧。好了，哎呦我去！好，又吃回 S， 还又吃回 S 了啊！一手 V， 一手 S。S 的话，我们就是说散弹的意思，可以这么称呼吧啊。大多数就是要不散弹，要不就是飞机游戏，就带有弹药型的，肯定就是散弹的意思了。而这个 V 是什么呢？中间给了一个雷，我操！这什么操作？这个怪物啊！一手火龙，哈，原来是个小 boss 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啊。来吧，你看，还好啊，我觉得啊。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的 boss 啊，你看他这个非常有对称的这种感觉，有很多强迫症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对称的这个东西，不对称真是看不了。那你说你自己脑袋上那个发型，对吧？你自己的那个脑袋上那个旋儿，它不是在正中间，你怎么办？对吧？那你玩游戏看见8神了，是不是感觉就是有强迫症？好，这回换成 V 了。换成 V 了，这个子弹这种东西啊，还是要离得近，或者说是把把子弹快速的这个消耗掉，才是能打出最高伤害的感觉。这个有没有那种逼死强迫症的那种感觉的啊？小的时候就是设计成那个比如说某些台阶，或者说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马路牙子一块砖一块砖的，必须得一块砖一块砖走啊。然后遇到一个井盖，必须得迈过去啊，不能踩井盖。
我们那里面流传说踩井盖怎么说呢？就是你踩了井盖，你的同伴就得打你，怎么打呢？星期几打几下？卡的啊。好，又换成了 S， 然后一手超杀。你看这个龙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呢，哇，你管这叫 BOSS 啊，兄弟啊！你管这叫 BOSS 啊！我靠，太面了啊！有的时候飞机游戏要背板，你会发现怎么个背板呢？就是，其实不光 BOSS 啊，小兵也挺难的。你会发现，哎，不对呀，我怎么感觉他玩这个好简单啊？是不是玩简单难度？第一，他玩的是困难难度。第二呢，为什么你看起来简单呢？这个怪物刷的位置啊，基本上已经让他猜到了，他都记下来了。而你呢，都是哎呀，原来是在这儿啊，原来这个地方刷怪啊。然后他攒的屏幕当中怪非常多，这个怪一多吧，你就难受了，这个子弹就密啊，你就没躲过去就死了，就是这么个路子啊。感觉这个游戏还是点火龙这个雷牛逼。这个激光雷虽然说能大幅度的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呢，持续时间也好，还是有点微面啊。哇哦！好，直接推掉。哎呦我这一顿突突啊！这个星的话吃为什么是5730分？这个设计啊，它刚开始好像吃满了，最多就是这个分数。要放雷吗？这不还是刚才的那关的 BOSS 吗？一样的 BOSS 啊，一点都没变。啊，放雷了，大激光。你看这个激光的持续时间和攻击力看起来明显就微面了，明显是有点面的。这游戏跟1945哪个哪儿？我们都叫19XX，但是难不难玩？我个人感觉吧，没啥说的，我觉得都难。反正我什么我打飞机的游戏都不会玩啊。我都觉得只要是打飞机游戏，对于我来说都难。好了，来这个 BOSS， 你看中间那个符号是不是像一个人坐在那儿一样？是不是？这个敌方都是这个标志啊。这回是用2个雷直接秒掉了。哎，有雷是猛啊！把雷用好了是真赖。你像战国那个《战国之刃2代》，《战国之刃2》里面那个隐藏人物刀男，他那个雷一个雷就秒一个 BOSS， 确实猛。啊，哎，就是这个刀，哎，这么一看呢，又不像一个人坐在那儿了，这么一看像一个人搁那，像一个恐龙蹲着拉屎，对吧？像不像一个恐龙蹲着拉屎？有点像吧。好，我们看看，直接推掉。那把雷攒满，6个应该是满了。他最开始吃那3个雷，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的感觉啊。当当当！好的，突突就完事儿了啊，你就突突啊。你看这个地方有点哎，一看就是有一个大家伙啊。一个雷，看来好像不太够。
2个雷啊，2个雷还是1个雷不够，2个雷够。这样的话，每一关你都攒点雷，2个好的，这是直接就触发关底了吗？哎呦我操！有这种事儿的呀，兄弟们，这种事儿也有啊。我感觉就是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他妈的一个飞机居然被一个火焰龙，真的是被一个火龙给薅走了，我操！你太儿戏了啊！直接给他拽到基地里去了，对不对？直接拽到基地里去了啊！根本就不跟你扯这个逼事儿啊！好，我们看看怎么说。这个最后的 BOSS 应该就是火龙了吧？吃了一堆这个啊，好像最后的 BOSS 挺变态的样子，对不对？最后的 BOSS 应该挺变态的，应该是。好，一顿再突突，突突就完了啊。你看这个雷，像不像一个人坐在那儿？有点像哈，就是等雷。好，没有雷了，已经没有雷了，一会儿应该还会给点补给吧啊。哎，好，只有一个火，2个雷可以。我们看看，还是要吃火龙嘛？对，关键时刻还得打输出为主啊，对吧？好，这边是怎么说？最后的这个环节了啊，就真的是最后的环，好的。上来，我这是什么？就是一个球，这就秒了。好，最后2个飞机，我估计是什么意思呢？它2个飞机啊，我估计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可以双打嘛，可以双打。然后这个火龙真的是火山喷发的一个龙啊，这个火龙就是火山喷发的龙。然后火山喷发龙就没有然后了，这个 BOSS 被那个1个半啊，就1个半雷就给秒掉了，不需要2个雷，1个半的火龙就秒了，比那个倒数第2关的 BOSS 还弱，确实是这个意思啊。那不多说了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